与此同时，南海与东海交界处，一处仙光缭绕、形似大鳌的仙岛。在仙岛角落中的一处宝池内，那条刚来不久的岛宠，数十丈长的小青龙，正用刚探出水面的双眼，慢慢地观察四周。龙嘴之中吐着一串串的气泡，那双龙眼略微地眯了起来。很好，又到了大罗金仙讲道的日子，附近修行的那些仙人都去听道了。你们怕是想不到，早在本太子6岁时，就已将四海水路熟备于心，自此朝南赡部洲而去，贴着南州海岸向东胜神州进发，借俗世浊气遮掩行迹，而后自南州与东州交界处登陆，潜行逆踪，赶往东胜神州。渡仙门若是没胆量收徒，本太子也可去中神州找那些三教仙宗。青龙冷冷一笑，身形缓缓缩小，很快就化作3尺长短，朝着水底的一处水缝游去。而当他离开这座仙岛的范围，仙岛末端那像极了一只金鳌头部的区域，一双大到有些恐怖的龟眼睁开了一条缝隙。奇怪，怎么突然有这么多强横的仙士在这附近来回搜查？东海之滨，南赡部洲东部，那连绵的海岸线上，一处临海山港。几十座简单石头屋凑出的渔村中，李长寿化作冷面老道，正端着几位老妪捧来的热水，一边喝着，一边眺望海面。他刚在村子中赠送出去了一些符箓，此时得到了村民的热情感激，也借此做掩藏，让他在东海边的行动变得合理一些。因为有许多的人族散修会用这种办法为自己赚一点气运和功德，但有一个道理，李长寿却是很早之前就明白的：助善得善果，助恶得恶果。他无法确定自己散发出的符箓帮的是好人还是恶人，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免费散出一些故意画错没什么效果的枕边助眠符，如此就不会沾染因果。远处海面上，一条苍龙的身影悄然而过，很快就引入了云中。果然是龙族，他们似乎在找什么。此时不宜出海，免得与这些龙族碰上。于是李长寿风餐露宿，在海边走走停停，从北向南行走，看一看尘世生活，从中也能得到少许的感悟。半个月后，李长寿也朝南边走了1000多里，总算是确定那些龙族高手已经离开了这片被他们反复探查过的海域。稍作思量之后，李长寿还是决定不变更自己之前的计划，在这片海域渡劫。又等了2个月，总算是确定这方圆数百里彻底安宁了下来。他选了一个夜晚，悄悄地施展幻术，化作一条不大不小的游鱼，钻入有些温暖的海水中，施水遁，朝自己此前在渔民海图上所见到过的几只小岛摸去。渡劫之地不能离着俗世太远，人族俗世就是他的紧急避难所。如果渡劫前后遭到偷袭，可以直接躲入茫茫人海。渡劫之地也不能离俗世太近，俗世浊气混杂，容易污了炼气时的道躯元魂。若自己能够顺利渡劫，飞升化作仙人时，会自行吸纳天地间的灵气。吸来尘世浊气虽无伤大雅，但总归是有些不美。因为自家师父的渡劫并不完整，所以吸纳灵气这个环节很短暂。2个月前，龙族到底是在找什么？李长寿此时也有些好奇，什么人或者什么宝物能引发对方如此兴师动众，在东海边缘来回的搜索？当时虽然看不见那些龙族高手的身形，但他们的气息根本不加掩藏，
隔着几百上千里都能感受到。罢了，与我无关就是了。偷偷摸摸地把天机给渡了，然后找个地方修行2-3年，稳固道行，掩藏气息，改良归西诀，再回返山门之中，继续过杜谢文年轻一代弟子的安稳生活。我现在已经快要压制不住境界了，随时有可能会迈入归道九。在海水中小心的行进，李长寿慢慢的摸到了那几座面积数百亩的小岛附近，一处处仔细观摩，却没有找到让自己满意之地。倒不是这些小岛不够他藏身，而是它们的构造有些复杂，藏身之地反而太多了些，很容易让人深入探查，并非上好的闭关渡劫地。李长寿想了想，继续向南寻找。因为2-3个月前那些龙族高手是从南往北移动，快些游，慢些找。他放平心态，寻找着自己的有缘之地。后半夜时，李长寿突然眼睛一亮，临时发现了一处还不错的小岛。那小岛总体是一个圆环状，其实就是几座小山探出了海面。临时扫过，此地构造一目了然，不会引来旁人细细查看。化作的游鱼靠近这小岛，李长寿心底越发满意，施展水遁之法，远远的先围绕着小岛盘旋了10多周，而后才决定靠近查探。离这尚且有10多里，这海流似乎有些不对劲儿。李长寿看到了海水之中的一处小小漩涡，用灵石一寸寸排查，很快就发现此地水下竟然有着一处十分隐蔽的岩洞。岩洞十分狭窄，整体是斜向上的构造，连接着岛中某处小水潭。不错，好地方，还有天然的逃生路径。决定了，就是此地。想抓本太子回去，做梦！敖乙化作人形，身形贴在冰冷坚硬的岩壁上，小心翼翼地探查小岛附近3里的情形，暗中运转龙族秘法潜龙诀。他知道自己不能将灵石探查出太远，不然也极为容易暴露，但也因此无法确定自己的族人们是否还停留在此地。无妨，他有的是耐心，哪怕他在此地已经藏身3个月了，他也能继续等下去。为了龙生的追求，为了体内流淌的血脉，为了自己身为龙族太子的责任，只要他上了岸，离开了龙宫的势力范围，形势就会对自己有利很多。敖乙也有些无奈，他没想到搜查自己的并非是岛上的那些仙人，那个乌云大仙竟然直接通知了龙宫，龙宫派出了大批高手从北向南堵截。当日若非敖乙反应及时，且一直在水中悄悄摸摸的前进，几乎正面就和这些同族撞上了。也算他的运道不错，在海底潜藏时，顺着海底地势迅速找到了这处环状小岛，发现了这个隐蔽的岩缝。没想到还真就躲过了同族高手们的搜查。这般绝佳的藏身之地，也就本太子能寻到。敖乙想到此处，心底就是一阵自得。突然间，敖乙感觉到了一股危险在逼近，这并非是他探查到了什么，而是血脉自带的能力，能够预感危机。要被找到了！敖乙心底顿时一急，贴近岩壁更不敢乱动，潜龙诀疯狂地运转。此刻他只恨龙族先辈们太过自傲，没有钻研高明的变身潜藏之法。突然，一名人族老道就在岩洞之外现身，钻入了岩缝，朝着自己所在之地逼近。敖乙顿时松了一口气，眉头一皱，目光一凝，这位龙二太子心底已经有了决断，悄悄准备着自己的最强一击，埋伏他一手。这老道的气息并不强，
也并没有发现施展了乾隆诀的自己，再向前，他就死定了。仙扇被仙欺，龙扇被仙骑，这是旦教时一位老师教自己的道理。那老道迅速游近，10丈、8丈、5丈，来了。敖乙双眼一眯，但那老道距离自己还剩下不过3丈，贴在岩壁上的他猛然发难，身形爆起一道青光，幽冷的海水，狭窄的岩缝，突然冲出了一颗青龙龙首，不由分说地张开那长颚大嘴，作势要将这名冷面老道李长寿一口吞下。天生神通，吞天食地。李长寿明显愣了一下，但他的反应也无比迅速，几乎是下意识地朝着旁侧躲闪，左手迅速倒扣住2只瓷瓶，电光火石之间，龙首在海水中闪烁着耀目的青光，龙嘴直接将李长寿的左臂咬断，一口吞入。李长寿闷哼一声，急急后退，右手迅速地掐印法诀。敖乙发动猛袭，却被躲了过去，心底也是有些惊讶这个冷面老道的反应之神速。青龙立刻向下追赶，却不料对方已经施展出了水遁之法，身形嗖的一下窜出了海中岩洞。不能让他逃了！敖乙心底大急，龙尾一摆，立刻向前追赶。但他突然感觉眼前一晕，刚才吞入腹中的是什么？钱冲中连忙内视，却见自己肚中多了一截小小的白纸手臂，2只已经快被神通融掉的瓷瓶，以及2团已经悄然化开的药力。霎时间头重尾轻，昏沉欲眠。迷药，好厉害的迷药！敖乙明白自己这是着了算计，龙躯内的血脉之力爆发，额头青光闪烁。这般险境，自己要是昏迷过去了，那必死无疑啊！只有趁着这2股药力还未完全发作，杀了那断臂的老者。前方的海水豁然开朗，青龙转眼间已经冲出了岩缝。为了对抗药力的扩散，敖乙瞬间将自己的身躯膨胀，但也在这一瞬，他看到了前方黑暗的海水中那静静站立的冷面老者，龙嘴张开就向前再次猛扑。周遭海水之中出现了一只只菱形玄冰，冰内有火焰燃烧，对着老道同时击射。手臂好了？不对，这不是同一人。敖乙那越发巨大的龙手一沉，眩晕感更为浓烈了，思维变得十分的迟缓，这让他的心底一阵焦急。而敖乙同时也感受到更多的相似药力从四面八方的海水中汇聚而来，钻入自己浑身各处，直接侵蚀自己的龙魂。与此同时，那老道身后突然转出了数道一模一样的身影，各自手中都拿着一只打开的瓷瓶，他们同时施展水遁，6道身形在海水中飞速地散开，将敖乙那凭惯性冲来的龙躯轻松躲闪。前后6瓶软仙散，1瓶超频软仙散。这敖乙游自在海水中稳住身形，龙精神光浑浊，数十丈长的龙身摇摇晃晃，但立刻要冲向海面。像是能读懂敖乙的想法，那6道身形已经再次在上方重聚。这些纸人分身的12只袖袍在海水中鼓荡，其内携带着的宝囊打开，迅速飞出一张张符箓，在海水中交织成一张大网。108道符箓宛若108只小型阵机，其上法力流动，海水中的水属性灵气被飞速的引动。符阵水源惊天印，眨眼间一口100丈直径的四方大印凝成，对着下方冲来的青龙当头砸落。大印周遭光芒闪涌，夹带山崩之势，因本就是灵气凝成，直接无视海水之阻力。
下方青龙昂首怒吼，苍鬃炸开，龙爪挺直，带着一往无前之势，直直冲向大印。此时敖乙已是没了多余的心神去思考，强烈的眩晕感让他根本无法再继续判断，心底只有强烈的战意，还有那颗不肯屈服之龙心。我敖乙，东海龙宫二太子。青龙吼，大印落。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在海水中暴涌，10里海面掀起滔天巨浪，侧旁的岛屿在不断的震颤。再看，大印砰然炸碎，那青龙竟是外额无伤。那龙首修长的大眼缓缓闭上，庞大的龙躯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一般，朝着100丈深的海底落去。尚未成仙的龙族都这么能扛，软仙散看来还要改进配方。300丈之外的海底崖缝中，李长寿一阵皱眉，临时监察周遭30里之地。水中的战斗方式跟陆地上自然有所不同，也逼着他用了一些消耗法力的套路。是时候验证一下3昧真言的效果了，刚才的符阵也就徒有声势。李长寿双眼一眯，随手在袖子中摸出了6把小巧的银色飞剑，对着纸人分身扔了出去。这6把飞剑带出了一缕缕白光，转眼化作了3尺长的宝剑，被6只纸人分身稳稳接住。李长寿左手5指张开，6指人分身持剑而舞，身形交错间已经布下了6芒剑阵。左手下按，6指人头下脚上运转剑阵，朝着下方青龙绞杀而去。6把仙剑之上同时燃起了一股股3昧真言。周遭海水宛若无物，3昧真言的威力丝毫不被影响。突然间，李长寿一阵无奈，已经快要刺破青龙龙皮的6把真言仙剑堪堪停住，